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，我是张宏志。过去30年，我一直在台湾的安养院服务，从一名基层的照护员做到院长，直到现在退休。这30年来，我送走了无数的长辈，看着他们从刚进来时还能说能笑，到后来慢慢卧床、插管，甚至离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却又充满希望的规律，这也是我今天一定要坐下来跟各位分享的主题。我观察过上千位长辈，那些过了75岁还能精神奕奕地活到90岁甚至100岁的人，他们身上真的都有5个一模一样的特征。这跟你的身份证年龄完全没关系，也跟你有没有万贯家财没关系，这完全取决于你从今天起怎么使用，怎么照顾你的身体。很多人以为长寿是运气，是基因中乐透，但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各位，根据我30年的临床观察，运气成分或许有，但更多的是身体机能的具体展现。如果你现在符合这5个特征里的其中3个，你活到90岁的几率大概是70%以上。如果你5个全部符合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活到100岁的机会非常高，甚至接近90%。相反的，如果你一个征兆都没有，即便你现在才60几岁，身体的老化速度可能会比一般人快上很多，生理年龄甚至可能比实际年龄老上20岁。今天这集节目，我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大道理，我要直接告诉大家这5个奇迹般的长寿指标到底是什么。这不是课本上的理论，而是我在安养院里看着那些健康活到90几岁的长辈们亲身实践出来的真理。请各位耐心地听到最后，我还会教大家怎么在家里自我测试，以及如果现在还没有这些特征，如何在3到6个月内把它们练回来。我们直接切入重点，从第5个征兆开始讲起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大家忽视，但却是预测死亡风险最准确的指标，那就是手劲，也就是医学上说的握力。我在10年前遇过一位住在板桥的林伯伯，那年他73岁。他来我们机构做咨询时，我看他的健检报告，血压120、130，血糖也控制得很漂亮，连医生都夸他是模范生。当时我也觉得他身体很硬朗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可是就在那次见面后的半年，我就听到消息说他在公寓爬楼梯时稍微重心不稳，手滑没抓紧扶手，整个人摔下去，导致髋关节骨折。大家知道，老人家一旦卧床，肺炎、尿道感染接着来，没多久林伯伯就过世了。这件事让我懊悔很久，我一直在想，我是不是漏看了什么。后来我重新研究才发现，问题就出在他的那一双手上。过去几十年，我们的健保医疗体系太过关注血压、血糖、胆固醇这3高，却很少有医生会去握一握病人的手，看看你有没有力气。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盲点。世界权威的医学期刊《刺胳针》曾经发表过一份针对17个国家14万人的大规模研究，结果震撼了整个医学界。研究显示，握力每下降5公斤，死亡风险就会增加16%。这意味着手部无力的长辈提早离开的几率非常高。事实上，握力预测寿命的准确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血压。为什么握力这么重要？因为握力不只是手掌的力气，它是全身肌肉总量的显示器。在安养院里，那些手一握就很有力的长辈，通常心肺功能都很好，走路也稳。反观那些连保特瓶盖都转不开的长辈，往往伴随着肌少症。一旦肌肉流失，基础代谢率下降，免疫力跟着差，跌倒风险更是直线上升。大家现在就可以暂停一下，去厨房拿一个那种装酱瓜或豆腐乳的玻璃罐，试着转开瓶盖看看，你是能够轻松一次就转开，还是要脸红脖子粗，费很大的劲，甚至得找儿女帮忙。如果你的答案是不容易转开，或者你去传统市场买菜，提个2-3斤的水果，走不到100公尺手就开始发抖、酸软，这代表你的身体，特别是大脑、心脏和肺部，可能正在发出求救讯号。这不是在吓唬大家，这是有补救办法的。我有一位80岁的女性患者，刚来的时候握力只有18公斤，而同龄女性的标准至少要有20公斤以上。
他那时候走2层楼梯就喘，连拧干抹布都觉得吃力。后来他听了我的建议，每天早上练习开瓶盖动作，或者去买那种握力球，看电视的时候就捏一捏，去市场买菜时不要急着把菜放推车，试着双手提着重物站立30秒，洗衣服的时候用力把毛巾拧到最干。就这样持续了3个月，他的握力提升到了24公斤。最神奇的是，他的血压竟然跟着降了下来，原本要吃3颗降血压药，后来医生评估减到剩1颗，走路也不喘了。因为当你的肌肉量提升，心脏把血液打出去的阻力就变小了，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。接下来我们谈第4个征兆，平衡能力。很多人觉得老了平衡感变差是正常的，走路晃一点没关系。我必须严肃地告诉各位，这个观念非常危险，甚至可能致命。大家明天早上起床穿裤子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，你在不扶墙壁、不坐椅子的情况下，能不能稳稳的单脚站立，把长裤穿好。如果你会东倒西歪，必须赶快抓衣柜才不会跌倒。或者单脚站立撑不到几秒钟，这表示你的小脑和内耳的前庭系统正在退化。在我们安养院，最怕的事情不是长辈感冒发烧，而是跌倒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跌倒是65岁以上长辈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2位。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长辈因为跌倒引发髋部骨折或脑出血。我们常说髋部骨折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，因为一旦倒下，能重新站起来走路的机会真的很低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单脚站立无法超过10秒的人，未来10年的死亡风险高达 84%。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相反的，能站超过30秒的人，中风风险会降低1半以上。平衡感差通常是因为核心肌群和臀大肌无力。臀大肌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肌肉，它就像是身体的马达，如果马达没力，底盘就不稳。要改善平衡感，我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就去练太困难的动作。秘诀就在日常生活中，你可以每天练习刷牙的时候单脚站立，手可以轻扶着洗手台，预防万一，左右脚轮流，从5秒开始挑战。或者在看电视的时候，练习起立坐下，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抱胸，靠腿的力量站起来再坐下去，重复10次。只要持续3个月，你的平衡能力就会大幅回升，走路也会变得跟年轻人一样轻盈。再来是第3个征兆，这个我称之为人体的长寿时速表，也就是步行速度。大家下次过马路的时候不妨观察一下，当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开始闪烁，倒数10秒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跑步，维持正常的快走速度，从容地走完斑马线？还是你会觉得很紧张，总是落在人群后面，甚至绿灯都亮了，你还卡在路中间？如果你的答案是会落后，你的心脏可能正在亮红灯。我在急诊室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们看过太多心肌梗塞的病例，问这些病患半年前的状况，几乎都会说觉得走路变慢了，跟不上朋友的脚步。美国匹兹堡大学追踪5万人长达15年的研究显示，走路快的人比走路慢的人平均多活15年。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如果你每秒钟走的距离不到 0.8 公尺，大约就是12秒走完10公尺的速度，未来5年的健康风险会增加3倍。现在美国医学会已经将步速列为除了体温、脉搏、血压、呼吸、疼痛之外的第6大生命真相。走路慢反映的是心肺功能下降以及神经系统对肌肉控制的迟缓。要怎么练？很简单，不用去健身房，只要每天去公园散步的时候播出10分钟，试着走快一点点，快到稍微有点喘但还能讲话的程度，然后慢走2分钟休息，再快走10分钟，这种间歇性健走对长辈特别有效。3个月后，你会发现你的心肺功能和血液循环会有惊人的进步。这不是单纯体力的问题，而是你在锻炼心脏的泵血能力，让你的血管保持弹性。讲到弹性，这就带出了第2个征兆，身体柔软度。这是我行医这么多年最惊讶的发现之一。很多长辈觉得身体硬是正常的，其实不然。
请大家现在试着坐在椅子上，把腿伸直，身体慢慢往前弯。你的手摸得到脚趾吗？或者回想一下，你自己剪脚趾甲的时候，是觉得很轻松，还是得憋气，弯得满脸通红，甚至觉得腰快断了？如果你身体僵硬，弯不下去，这代表的不只是筋骨硬，你的血管可能也像生锈的水管一样变硬了。日本有医学研究发现，身体柔软度和血管硬化程度的相关系数高达 0.87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简单来说，外面硬，里面就硬。当你的肌肉筋膜失去弹性，血管壁受到的压力就会变大，血管失去弹性就是高血压、心肌梗塞和中风的温床。我遇过很多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老10几岁的患者，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弯不下腰，摸不到脚趾，冬天一到就容易手脚冰冷、胸闷。要改善这一点，千万不要勉强硬压，那样会拉伤。你可以每天早上起床坐在床边做10秒钟的前弯伸展，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在地板上铺个瑜伽垫，练习简单的侧弯。当你的肌肉拉开了，肌肉里面的微血管也会跟着舒张，血液循环一好，血管壁的胆固醇斑块就不容易堆积。我有些住在安养院的长辈，每天跟着做早操，练习半年后，血管年龄竟然从90岁降回75岁，连常年的偏头痛和胸闷都消失了。最后，我们要揭晓最重要的第一名特征，这是一把活到100岁的黄金钥匙，那就是心理年龄。这听起来很像心灵鸡汤，但它绝对是有科学依据的硬道理。今晚睡前，请你照照镜子，认真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觉得自己看起来几岁？我觉得自己活得像几岁？如果你觉得自己比身份证上的年龄更年轻，觉得自己大概才60岁，哪怕你已经75岁了，这不是自我安慰，这是长寿的讯号。伦敦大学曾经追踪数万人长达20年，他们发现那些觉得自己年迈常把我老了没用了，老了就是这样。挂在嘴边的人，比起那些觉得自己还年轻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，死亡几率高出了41%。2019年，权威科学期刊《自然》更是证实了，心态年轻的人，他们细胞内的端粒真的比较长。端粒就是我们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套，它越长，代表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越强。当你相信自己还年轻，你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和脑内啡，免疫系统会更强，身体的发炎反应会降低。反之，如果你整天觉得自己老了，这里痛那里痛，就整天待在家里不出门，你的大脑就会接收到这个人准备休息了的讯号，身体机能就会迅速关机。所以在我们安养院，我看过最健康的长辈，往往不是身体最好的，而是心态最开放的。他们会去参加社区大学，学画画，学唱歌，甚至学用智慧型手机剪影片。他们没时间觉得自己老，因为生活太有趣了。这5个征兆：握力、平衡、步数、柔软度、心理年龄，它们不是独立的，而是像5个咬合紧密的齿轮。只要你开始转动其中一个，其他的也会跟着转动。这就是著名的长寿多米诺效应。你开始练握力，肌肉量增加，平衡感就会变好，平衡感变好，你就敢走得快，走得快，心肺功能变强，血管也跟着有弹性，身体舒服了，你的心态自然就年轻了。我知道听完这些，很多人会说，张院长，我知道这些很重要，但我一个人哪有动力做？这就是人性的弱点。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孤军奋斗。研究发现，独自运动的人有80%会中途放弃，但如果跟家人或朋友一起，成功率会大大提升。你可以试着不要跟孩子说我老了要你陪我去医院，而是换个说法跟他们说，我看了一个节目，学到一套全家都能变健康的妙招，我们来比赛看看谁的单脚站立比较久。把开瓶盖单脚站立变成家里的小游戏，这不仅让你变健康，还能增加家庭的凝聚力，让孙子孙女觉得爷爷奶奶很酷很潮。如果你住在台湾，不管是台北的公园、台中的绿园道，还是高雄的爱河边，早上一定有很多打太极拳、跳圆击舞的团体。不要害羞，主动走过去问问能不能加入。
台湾的人情味是我们最好的健康资产，有同伴在一起散步的时间会过得特别快，笑容也会变多，那个孤独感一消失，免疫力自然就上来了。最后，我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对大家说几句心里话。健康不是为了活得久，不是为了去抬那个100岁的数字，而是为了活得有尊严，活得好。我们都不希望老了以后连上厕所都要人帮忙，连自己想吃的东西都咬不动。我们努力保持这5个特征，是为了让自己拥有一双强壮的手可以抱抱孙子，一双稳健的脚可以去菜市场买自己爱吃的菜，一个柔软的身体可以自己穿衣穿鞋，和一颗永远年轻的心去探索这个世界。如果你愿意从明天开始，从今天开始实践这5个征兆的训练，请在下方的留言区回复，我会越来越健康。这不只是写给我看，更是写给你自己的一个承诺，让我们在这个频道互相监督，互相鼓励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别忘了按个赞，并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你最关心的亲友，特别是那些家里有长辈的朋友，你的这一个小小的分享动作，可能就是改变他们晚年生活品质的开始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